找到我，他找到我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哎，他怎么可能？Yo， what's up， 配对，我是的刘佩 Pierre。今天我们要开箱最新的 DJI 空拍机。哦，这个是 Mavic Air 2，刚刚最新推出的，这个是 Fly More Combo。配对，我相信如果常看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就知道我以前真的非常常飞空拍机，最近比较少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也没有出国，然后最近也比较少出门。看看这个最新的 Mavic Air 2里面有什么好慢 ？Sorry。请稍后啊，有啊，哦，里面好漂亮，里面就是直接 DJI Mavic 的包包哦，这个包很好看哦，全部都装在这个东西里面的，它这个质感好像是防水的，开起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空拍机，哦，好漂亮，这个是遥控器。然后这里好重哦，应该是电池。哎，这里分隔的还不错，因为这里就可以直接放空拍机、遥控器，还有旁边这里也可以放可能你多的这些 propeller。这里前面也有一个这个袋子，不错，我喜欢这个质感，真的很不错。以前第一代的话呢是放在这样的包包里面，如果还没有看我们上次第一代的影片，好像是已经2年前了。可以看，那这个就是第一代。我当初真的很喜欢第一代的，因为第一代的感觉就是跟别的空拍设计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是真的是很好看。折起来的话，这个 size 不会差在哪里去。第二代会比第一代重一点点，570克，然后第一代是430克，但是它里面的镜头会比较好，因为它是半英寸，而且最高影片可以4K 60格。Mavic Air 第一代只可以4K 30格这样。电池跟第一代比较，第二代真的大很多哎。第一代是2375，第二代是3500。虽然它看起来好像是塑胶，但这个塑胶的感觉好像是蛮高值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 antenna 应该是旁边这里，它现在就加了一个东西叫做 OcuSync 2.0，最高到10公里的距离。那我觉得不要那么远，因为好像法律来说也不可以那么远。好，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 propellers， 里面有6个，好多哦，3套。所以他们这个螺旋桨是降噪的螺旋桨，它的照片像素可以到4800万的像素，这个非常高。第二代还有 HDR 照片、HDR 影片，还有 HDR 的全景。那第一代是有一键短片，但第二代好像也是有，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测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开箱，我们看看这个遥控器，下面就是这个遥控器的这个 joystick， 现在是直接在这里了。它这个遥控器跟之前的真的很不一样，因为之前它是从下面这里要开起来，然后把手机放下去，但是现在就直接从上面这里也可以开，然后手机就可以直接放上面这里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飞的时候是这样看，但现在可以往上面看的，然后但好像 antenna 现在是直接在这里面，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。那个 size 的话，还是以前的会比较小哦。这里面直接就可以插那个 iPhone 了，哎，这样很方便呢。所以这里是 USB-C 插的，这里也是 USB-C 来充电。折起来的话呢，新的跟旧的比起来，你看一个比另外一个大很多。这个 Mavic Air 2，这个 Mavic Air 1。好，畅飞套装好像也是跟着这个充电的时候可以充3个电池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是蛮好看，只是比较长。但是这个就可以放在这个包包里面的后面，这个里面就是可以充电的这条线哦，电池。而且它充电这个东西好像变小了，但不好意思 ，DJI， 我可能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没关系，我至少有一个转头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这个也是多一个 USB 的口，是不是？好像还有别的东西，不是有别的东西吗？有，这里面还有一个，我没有看清楚，这个就是多的线，所以这个线是 USB 到 Micro USB， 然后这个是 USB-C 到 USB-C， 然后这个是 USB 到 USB-C。那这里还有备用摇杆，这个就是重点。我觉得如果买畅飞套的话，差别就是除了有多的这个螺旋桨，多的这个电池管家，然后也是多的这个电池充电保转换器，这个东西蛮酷的。这个是可以直接放上去。它这个套上去的时候，可以算是好像用一个行动电源的感觉，可以放2个 USB 在里面。重点我觉得这个 ND filters， 为什么需要 ND filter？ 因为它直接放上去镜头的时候，它会像是太阳眼镜，那它拍起来的话呢，会影响快门，拍起来会比较顺。它里面这里会跟着3个 ND、ND16、ND64 跟 ND256，所以如果真的很亮的话，就可以用256，哇，好高哦，这个不错。所以它本身上面已经有一个可以旋转，然后拿下来，
然后想要把太阳眼镜放上去的话呢，就直接跟着这个是已经可以套上了。哎，这样设计很棒，基本上就开到这里，我觉得可以用我们第一代的 Mavic Pro 来比较一下。好，所以这样的话折起来 ，Mavic Pro 感觉好像是比较大一点，但是问题是 Mavic Pro 好重，开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好像感觉只是大一点点而已。那一样，这个电池也是在上面，左边旁边就是它的 USB-C， 然后右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可以放你这个 Micro SD， 但是它本身里面已经有8个 GB。Mavic Pro 的时候是没有，是一定要放记忆卡在里面哦，真的好重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么多，我们开箱到这里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出去测试一下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今天要找一个特别来宾 ，Let's go。Alright， 配对我们好久不见的这位，你们如果有看我们之前不管是空拍的影片或者电动滑板，你们都知道是谁。好久不见 ，Hello， 配对，你看，好久不见的，对，咸鱼爸 ，Oh my gosh！ 刚刚咸鱼爸其实我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说，上次来是拍 Air， 然后后来那一天你还带我去，对，台客，对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台客，开一下，哎，你开一下，他好开心，他超开心的，你开一下，哎呀，好棒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才看着原厂的影片，对。然后去介绍东西耶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有时机，可以玩一下。你好开心哦，我都知道他一定会最开心的。而且重点是因为我太久没有玩空拍机了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个厉害的协助一下，对哦。OK， 想说出门之前可以先开一下，因为我觉得需要不少的更新。OK， 好，更新中吗？更新中。配对，我好久没有滑电动滑板，所以当然咸鱼爸帮我改的 L， 现在借一下他的 L， 而且这个是不是新的？这个轮对，新的第2代吗？还是第2代的？哦，感觉不一样哎，比较轻一点点。对啊。配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上次滑电动滑板就是摔倒，所以可能会稍微慢一点。OK， 好，我们找到一个地方，这边人比较少，然后这里是可以飞的，但是最高可以飞的是60米，然后因为我们有2个人，我们最远可以600米，就是可以再加600，但是我必须要到300公尺那边接驳点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最多还是300好了，300就好了，不要对 ，OK， 好，所以应该在这方面，反正重点是稍微测试一下。Mavic Air 2， 那因为我想说现在是黄昏的时间，那个光真的是刚好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剪光片，对吗？其实黄昏也是可以呀。它是 Mavic Air， 那它就跟 Mavic Mini 的里面手机的 APP 一样，它是 DJI Fly， 那就不像我们可能 Mavic Pro 那些是 DJI Go 嘛，是吗 ？Go 4 DJI Go 4。我这里就有尝试说把我的手机壳跟 Pop Socket 放上去，其实是 OK， 是可以。OK， 所以我们这里以法律来说，我们已经设定好最高60，然后最远300。哦，这个要 hold 住，然后呢，手飞。哇哦耶！好久没有飞空拍了。大家可以稍微听一下，它其实很安静。它跟着你，它跟着我吗？啊，哦好。有，它跟你了，它跟你了。也不错，它跟得蛮准的哦。拜拜。试一下，感觉一下。谢谢让我试了一下。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台湾要5月份才有货。这个跟你那个 mini 来比的话，当然是这个好。这个光画质就不一样。
mini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黑的啦，飞起来比较安心。因为它的图传可以到10公里，我们只飞300，对啊，它一直都很清楚。其实，因为300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吧。因为你现在是常用 mini， 对，然后你之前是有 Pro， 我同时有 Mavic 2 Pro 跟 Mavic Mini 的时候呢，又比较常飞 mini， 因为主要是带出去方便，有时候像我到这边想拿出来飞一下，对，就可以飞，就可以飞，而且很小。像我现在包包里面放在里面。可是2 Pro 的话，就变我要背背包。我如果要换这一台的话，我就会把 Mini 卖掉。真的吗？对，但 Mini 很小呢。我通常会保持一台在这边，因为搞不好又有别的，我会想要买。哦，我懂。因为3C 的东西你放着到后来它是没有价值。对。有些人会去收藏啦，但我比较没有那种收藏的。啊，我懂。谢谢咸鱼爸，谢谢，让我玩到订阅以下有频道，谢谢，链接在这里，谢谢。好，那回来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拍空拍的一些画面。当然，再次感谢咸鱼爸帮我们不只是注册我们这个空拍机，而且也申请网络上，然后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规则跟法律的问题。所以配对如果真的决定要飞任何空拍的话呢，记得一定要查法律相关的东西。所以我会把那些连结放在以下，如果你们好奇的话。好，我们回来看看这个。我们其实时间没有那么多，然后太阳就蛮快就日落，所以想说至少可以拍一些东西。我们可以看到有 HDR 跟没有 HDR 的差别其实是蛮大的，因为没有 HDR 的话就可以看到太阳会太亮，完全是看不到太阳跟这个天空。一旦到达 HDR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不只是可以看到太阳，而且也可以看到上面的云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一键短片，这个它总共有6个，这个是渐远。渐远的话，其实它还蛮简单，大家可以看到就直接往后。第2个我们看到这个是环绕，环绕的话呢就有难度，因为你要这个主角一直在中间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点难度。那接下来这个是螺旋，螺旋这个我觉得比环绕更难，这个也是很难，因为它有一点往上，它不只是有环，但它还有往上的。这个是冲天，冲天的话其实蛮简单，就直接这样往上，我觉得是蛮好看的。再来就是彗星。彗星这个动作就真的是很难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环绕跟渐远加起来这样。最后我们这个是小行星，小行星的话呢，大家如果还记得 Mavic Air 第1代就有这个功能，别的 Mavic 都没有，但好像第2代的这个看起来是更好看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这个一键短片的时候，我有设计说可能 4K 24格或者 4K 60格，它只有到1080 30格，我是没有在用30格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不太喜欢，但是至少还是有这些功能。刚刚开始玩空拍机的人，我觉得会很喜欢这种功能，因为按下去就有。我们接下来这个是智能跟随，第1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是他在一直跟着我，我在跑步，想要说可以躲他，那我一直拿着遥控，但其实我不用拿遥控，只要是他跟着我这个人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框框还是在我身上。我想说好，可以躲在这个垃圾桶后面，不见了，然后在右边他就有追到我，他找到我，了。厉害哦！他怎么可能？我们这个只是简单来测试，我觉得还蛮成功的，因为我没有想到，可能如果躲在一个东西后面，然后再继续，它还是可以捕捉到。基本上我的画面都一直是很顺。我觉得如果万一有什么东西是挡住或者有干扰的话呢，其实不会太干扰。这台的讯号我觉得真的比较好。咸鱼爸是用它的 Mavic Mini， 是最小那台。虽然它那个电池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它好像换了第2颗差不多没有电池的时候，我这1颗才要换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电池容量真的很厉害。另外我们也没有测试的是120格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，反正就直接拿着好了。所以可以看到这里 HDR 的话最多到30，那 2.7 也是一样到30， 1080全部都是到30，普通的话有 4K 2.7K 60，然后也有1080 60，这里我们还没有测试，就是慢动作120，还有240耶。OK， 看看如何？好看吗？够慢吗？好，另外一些就是这个，我们这个移动延时摄影，这个是 free， 所以可以随便移动它。然后下面这个是 circle， 好，他说我没办法选择，因为它没有在飞。
可以在室内飞吗？我有点怕。可以看到画面吗？所以它有 free， 然后 circle 的话是这样圆圈的，所以它是有一点像缩时，但是它是移动的缩时。这个的话，你让它选一个地方，它就可以直接走，也是缩时。然后这个你可以选不同的地方，其实好稳定哦，还不错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心跳还蛮快的，至少有让你们看不同的 8K 的移动延时摄影。但是今天我觉得有一点时间不够，因为我想要赶着分享这期影片给你们。今天只是简单的开箱，还有稍微测试一下我们这个 Mavic Air 2。但是测试到现在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Air 2，因为不只是它的画面比较好，它的功能也比较多，而且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就是它讯号非常非常好。我今天拍的时候完全没有断过一次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价钱。Mavic Air 第2代是台币22000，如果是畅飞套装，就是像我们今天开箱的这个，就29900，所以还不到3万就可以买到。我觉得我如果以后只有用一台空拍机的话呢，我可能尤其出国，可能不想要带太重的东西，我会带这台。所以 Mavic Air 2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，尤其是如果是给 YouTuber 们一定会很爱这个空拍机。当然也要感谢 DJI 还有联强提早寄这台空拍机，让我们抢先开箱。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也觉得有帮忙的话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更喜欢就分享。想要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以及加入配对，那就订阅。你最棒，记得按铃铛。断片什么断片？等一下。